有缘人。这个世界最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凡是能用眼睛直接看到的都是假象。假如我们能够穿过各种假象，洞穿事物的本质，那就会非常厉害，轻松地驾驭很多人与事。就像《教父》里的那句话，能花半分钟看透本质的人，和一生都生活在假象里的人，完全是两种命运。下面我就来帮大家揭穿世界的真相。这个世界的本质就是一个人类自圆其说的骗局，一切公平和正义都是人为设定的。如果你能看懂它的地产运转逻辑，就可以颠倒黑白，倒转乾坤。下面我们就来阐述其中的逻辑。本文内容彻底颠覆你的认知，让你拥有魔法般的能力，而且终身受用。请务必收藏起来，多多观看。首先，事情是没有绝对对错的。中国有句古话，窃钩者贼，窃国者侯，意思是，如果你偷了像钩子一样的小东西是小偷，而如果偷了一个国家就是王侯。杀一人为罪，杀万人为雄，因为成了万人敬仰。成本10块的东西卖11块叫山寨产品，成本100块的东西卖1万块就是奢侈品。一个人犯罪得问罪，一群人犯罪反而无罪，因为法不责众。嫖娼是违法的，但是如果你打包起来按月付费，那就成了包养，就不违法了。赵四小姐从16岁开始跟张学良，跟了1年属偷情，跟了3年算真感情，跟了60年就是世纪爱情。民国名妓小凤仙，如果跟了民工，就属于扫黄对象，他跟了蔡锷，则千古流芳了。刘邦年轻时候组织些乡亲折腾点事，就是一个流氓地痞，但是后来他干大了，那就是大汉天子。再比如，蝎子从不觉得自己有毒，蚊子从不认为叮咬别人是错的，苍蝇从不会觉得大便又脏又臭，老鼠从不会认为自己吃的东西是偷来的。人类称新冠为病毒，而实际上对于地球来说，人类才是病毒，因为人类一直破坏地球的环境，地球实在受不了了，就启动了免疫系统对付人类。我们却称这种免疫系统为新冠病毒。人类说老鼠是坏东西，因为老鼠偷吃我们的粮食，但对老鼠来说，这叫觅食。人类夸奖蜜蜂是勤劳，因为蜜蜂在给我们酿蜜，但对蜜蜂来说，这是基本需求。所谓害虫和益虫，都是人类按照自己利益标准划分的。所谓的好坏，都是强者按照自己的立场去划定的。在乌鸦的世界里，天鹅都是有罪的。世上没有纯粹的好人或者坏人，你伤害了他的利益，就是他眼里的坏人；你符合了他的利益，就是他眼里的好人。你符合了大多数人的认知，你就是合理的你；超越了大多数人的认知，你就是荒谬的。所以世界上哪里有什么公平和正义？
若小时会被规则束缚，当足够强大时，你就是规则。欧洲有句老话叫3代出一个贵族，第1代抢劫杀人，积累原始资本，第2代从商从政谋取地位，第3代晋升贵族，占据文化话语权，开始跟百姓讲真善美，强调个人财富神圣不可侵犯，淡化自己财富的来历。美国某领域领袖哈里斯·琼斯采访一个罪犯，问他因什么被关监狱，罪犯说因偷了一双鞋。琼斯感慨道，孩子，如果你偷了一条铁路，现在你该坐在华盛顿国会大厅当议员。中国历史上王莽篡汉，朱温篡唐，满清入关，哪个发起者手上不沾满鲜血？但你不可能用法律惩罚他们，因为到了这一步，法律都要靠人家制定，人家成了法律的维护者。战国时的张仪，年轻时很落魄，在楚国被怀疑偷东西，虽然没证据，但还是挨了顿打。后来张仪去秦国做了丞相，感慨地说，无从汝饮，不到汝弊，善守汝国，我且到汝城。意思是，当初我跟你混时，明明没偷东西，却诬赖我打我。你们现在好好守自己国家，我不偷你们小东西，我要把你们的国家都给偷了。后来张仪果然就从楚国抢走丹阳、汉中2大城，这时已没人再敢打他，指责他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笑贫不笑娼，只要你能取得大成功，你的那些见不得光的过往都会被一笔勾销，然后可以自己书写自己的过去，摇身一变成为大英雄。所谓规矩，就是强者给弱者画了一个圈，告诉他们不能随便出来，否则必遭惩罚，而弱者是没有资格质疑强者的，除非他们联合起来推翻强权者。最后的结果就是屠龙少年最后又变成了龙，继续实行新的强权。这就是社会的循环逻辑，生生不息。综上所述，你还相信所谓的公平和正义吗？人类根本没有资格为世界主持公道，因为人类本身就是最荒谬的，世界就是人类设计好的一个局。我们明知道自己在说套话，我们也知道对方在说套话，大家都知道彼此在说套话，却还可以一起心知肚明，正儿八经地说套话。这就是形成了一套既定的社会秩序。资本大鳄索罗斯说，世界经济史是一部谎言史，要想获得财富，最好的办法就是在进入之前先认清其假象，然后在假象被大众认识之前退出游戏。这恰恰也是世界最具有魅力的地方，它通过一系列表象迷惑我们，考验我们深度思考的能力。凡是能看到这层透本质的人，都能走向成功。人生就是一场骗局，而你却活得太认真。你或许会疑惑，这算什么意思？
难道我所有的付出，我的汗水与眼泪都只是幻象吗？是的，如果你能够停下来，静一静，你会发现其中的荒谬。我们每个人都在忙碌，追寻一个又一个目标，却往往忘了最初的自己，也忘了这场游戏究竟为何开始。你出生之前，没有人问过你是否愿意来这个世界经历这些喜怒哀乐，但当你一降生，仿佛就被推进了这场永无休止的演出。有人告诉你，要努力读书，要考试要好，要打拼职场，要挣大钱，要出人头地，要光耀门楣，要至少看起来生活得不错。可是，你有想过吗？这些标准是谁定的？你是否真正认同这些价值？还是只是为了迎合那些你看不见的眼光而甘心吃苦？人生宛如一场早就写好剧本的骗局，而你却完全入戏，忘了自己不过是个演员，完全可以选择不演下去。你可能会觉得我在挑衅，毕竟每个人都喜欢相信自己很重要，很不同。可是你想过没有，这个重要到底从哪儿来的？有时候它来自父母的夸奖，有时候它来自社会的认可，来自朋友的羡慕，甚至来自某个爱人的眼神。渐渐的，你习惯了被认同，开始疯狂地索取关注、点赞和掌声。日复一日，你离不开那些表面上的鼓励，结果却忽视了最根本的问题。你真的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吗？为什么活成现在这样？甚至当有人提醒你这场游戏的真实性时，你根本懒得抬头看。你害怕一旦转过身，就要面对一地的荒唐。我花了这么多年去追逐的东西，全都是别人叫我去追的，我真正想要的反而从未尝试。如此想来，难道不是被深深的骗了吗？你现在也许会反驳，我很努力，我就是想要成功，这怎么能算被骗？别急，让我们看看那个你认为的成功。社会上有无数对成功的定义，买房买车，年薪多少，存款多少，拥有什么地位，登上哪家杂志的封面，拿到什么奖项。你仔细观察便会发现，这些成功的标准几乎都是外部赋予的。你觉得自己想要成功，可你有没有想过，也许是社会替你写好的剧本告诉你，如果你没买房就不算安定，没有高收入就不算有能力，没有耀眼地位就不算有价值。于是你开始惴惴不安，担心自己哪天就被判定为失败者。你以为自己在攀登顶峰，可在这旅程中，你失去了大把的快乐与自由，只剩下追逐的疲惫、竞争的焦虑，甚至嫉妒与仇恨。等真正站上那座山峰，你才发现它根本不是个什么神山，不过是个高度有限的小土丘。你望向更远处，又出现新的巅峰，你继续攀登，周而复始，乐此不疲，直至精疲力竭。这就是一场骗局。
你认真地投入其中，以为终点处会有人献上奖杯，捧上鲜花，然而可能只有你茫然的脸和再次被唤起的野心。整个过程里，你甚至都来不及享受沿途风景，也不知道自己在通往哪儿。你可能会想，这世界就是这样，不跟着规矩玩能行吗？人活着总得为点什么努力吧，这是多数人的想法，所以多数人都这样活。可悲吗？似乎很可悲。好笑吗？看深一点儿，其实还真有些好笑，因为那些被你当作极其严肃的事，放到更宏大的时间与空间里看，根本算不了什么。你焦虑了好几年才买下某个地段的房子，你以为自己成就了一番了不起的事业，可地球依旧自转，太阳依旧东升西落，他们不会因为你多了一套房而有任何欣喜或忧伤，历史洪流也不会因为你多买了一辆豪车就在史册上写下你的光辉篇章。你加班加点，熬夜流汗，为了达到某种外界的标准，却往往忘记了你的呼吸，你的健康，你的快乐才是最宝贵的礼物。但在这个骗局里，你不被允许停下脚步细思量，因为一旦停下，你便会发现问题，你就可能揭穿游戏本身。可揭穿之后呢？你还怎么玩下去？你还能像以前那样一本正经的哭与笑吗？难度很大，许多人就是害怕这一点，所以他们选择继续假装认真，以避免与真相对立。我的话听起来像是在诋毁所有人的努力吗？别误会，努力当然是好的，专注也当然可贵，只是若你连努力是为了什么都没搞清楚，哪怕你穷尽一生的力气，也不过是在原地踏步，让自己深陷在疲惫的泥潭里不可自拔。我绝不是要你懒散、放弃、一无所成，我只是在提醒你，在你忙忙碌碌的时候，能不能先问自己，我是谁？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我做它真的能够让我由衷地感到喜悦吗？如果答案是我不知道，那你离骗局已经很近了。如果答案是好像没有多大喜悦，但我无法停下来，那么你几乎已经在骗局中成了某种默认牺牲品。很多人都像这样被牺牲，却自我安慰，这就叫奋斗，叫生命的意义。但有没有可能，你只是在替别人圆一个虚幻的梦？从小到大，父母、老师、长辈都会说要听话，要懂事，要遵守规则，绝大多数规则你连质疑都没机会，人家跟你说这就是对的，这就是好的，你不跟随，他们就责备你，惩罚你，于是你为了生存，不得不成为一个乖巧的顺从者。当然，社会需要秩序，需要大多数人按部就班，但从守规矩到成就自我，中间并没有太多必然关联。你可以恪守基本秩序，不去伤害别人，却依然保持一颗想要探究真相，想要看清骗局的心。可大多数人不愿探究，
因为他们被规训得太怪了，问问题会带来不安全感，会让父母或老师头疼，会让社会认为你是麻烦制造者。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下，我们渐渐失去了思考的勇气，变成了对周遭规定逆来顺受的好孩子。等到你突然发觉自己似乎一直被骗，你反而会自责、惶恐，甚至生出愧疚，仿佛这世界若没有条条框框就无法运转似的。让我来给你一个小小的故事。从前有一个村子，村民都相信神明住在森林深处，他们日日祈祷，为了博取生命的眷顾，天天献上贡品，不断匍匐在一尊石像面前。过了很久，某个年轻人好奇，干脆走进森林深处，一路走，一路荒凉，却什么都没见到。那些传说中的神殿压根儿就不存在。他回到村子，把这事说给所有人听，没有人相信。村民们骂他是亵渎，甚至想要驱逐他，因为他揭穿了大家心里暗暗的恐惧。万一神并不在那里，那我们这些年所做的一切供奉，岂不就是一场骗局？可是他们宁可选择继续祭拜，继续编造新的神话，也不愿面对自己的匍匐和供奉有可能毫无意义。这就是现实，我们都在害怕被证明的一切严肃庄重的仪式，其实只是过家家。我们花了那么多的时间、精力、金钱，怎么能容忍自己是个笑话呢？可若真有智慧，你反倒会哈哈大笑地说，真好，原来一切都只是戏，那我就可以轻松活出自我了。许多人都错在以为人生的意义非要靠社会认同，非要通过上某个巅峰或者得到某个世俗印章。这就像大多数人相信，痛苦就等于伟大，折腾就等于收获，牺牲就等于意义，结果一辈子没觉察到，可能真正的意义是你心底的一个微笑，是你安然地看云卷云舒，听风在耳边细语，是你日常做一个小小的善举，恰如其分地帮助别人，却无需任何回报。那个意义和外在的标准无关，和所谓的成功也没有正相关。真正的意义不需要你把自己搞得筋疲力尽，却让周围的人鼓掌叫好。很多时候，最珍贵的事物往往是不需要做过多解释，不需要昭告天下的，它就静静地在那里，你只要轻轻伸手就能触碰到。一个在医院工作6年的同修告诉我，他发现了一个多数人都不懂的秘密，只有在临死的时候才能够反应过来，就是人生最大的任务根本不是什么买车买房，也不是及时行乐，这就是欲望，不是理想，是把自己对生命的希望寄托在了外物上。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内求，无论遇到什么坎坷，都能够随时调动自己的能力。出生没有办法，婚姻也只能靠运气，唯一能让自己过好这一生的本领，就是在看待世界的方法。这世界看似纷纷扰扰，本质是你一个人的世界。
人生就是一场体验，自己丰富自己，别害怕痛苦，痛到极致就是解脱。这与我们穷尽一生追求稳定，追求看得见的生活目标截然相反。真正的成长都是伤透了的心灵回归，真正的自在都是无视外物去看自己，要做自己的观察者。当你看见河，你已经在河之外；当你看到自己的情绪，你已经在自己的情绪之外。情绪本身并不存在，冷静下来，听从直觉，本自具足的自己会告诉你答案，用你超凡的视角向下理解它，包容它。你越接纳什么，什么就会消失；你越抗拒什么，什么就会折磨。当不再对抗命运的安排，你想要的东西自然会出现。人生本就是一次次减法，来日并不方长。我们总以为来日方长，却忘记了世事无常。你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来。有多少人说好要过一辈子，可走着走着就散了。有的人明明说好明天见，可醒来已是天各一方。人生有放不下的牵挂，经历不完的酸甜苦辣，走不完的坎坷，越不过的无奈，最后不知消失在哪一天。钱财再多也比不上生命，名利再大也比不过健康。人间的饭吃一碗少一碗，人间的面见一面少一面。你所浪费的今天，是昨天的人奢望的明天，也是过来人回不去的曾经。人生除了生与死，其他都是小事儿。可惜人生总是经历得太快，而领悟的又太晚。你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到这个世界。我们只来一次，见你想见的人，做你喜欢的事。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小学时候总觉得没完成作业是天大的事儿，高中时候觉得没考上大学是天大的事儿，恋爱的时候觉得和喜欢的人分开是天大的事儿，毕业的时候觉得没找到一份好工作是天大的事儿。但是现在回头看看，那些难以跨过的山，都在不知不觉中跨过了。人生是一个很神奇的怪圈，无论我们当初做了什么选择，最后都会后悔。我们不能站在现在的角度去批判当时的自己，就算时间重来一次，以当时的心智和阅历，我们还会做出同样的选择。所以后悔是一件毫无意义的事儿。得到未必是福，失去未必是祸。有些事情你总是做不成，有些人你总是得不到。不要着急，这都是上天在保佑你。你以为错过的是遗憾，其实可能是躲过一劫。如果事与愿违，请相信上天一定是另有安排。结局很重要吗？钱没了可以再挣，工作丢了可以再找，爱情没了可以再遇。真正的强大不是忘记，而是接受。万事万物因缘和合，接受分道扬镳，接受世事无常，允许一切如其所是，允许一切都发生。这才是真正的强大。
人这一生会死3次，第一次是物理死亡，也就是你停止了心跳；第二次是最后一个记得你名字的人也走了，从此没有人再知道你来过这个世界；第3次是关于你的一切记载、记录、视频、照片也全部被抹杀。99%的人3代以后，时间会抹平你存在的一切痕迹，整个世界再也找不到一丁点关于你来过的痕迹。当我们抬头仰望星空，数亿万年以后，一切人类的文明都会烟消云散。什么王侯将相、达官显贵、风流墨客，在历史的长河中，在时间的尺度上，都不过是一粒微小的尘埃。人生其实就是一场旅程，一场终究不会留下任何痕迹的旅程。你活着的时候，没有几个人在关注，你死了以后，也不会有几个人记得你。请相信我，除了生病以外，你所有的痛苦都是你的认知带来的，而非事实本身。人生的意义就是你活着这短短的几十年的体验，这就是生命全部的意义所在。人在20-30岁的时候，总以为年龄大一点才是最好的，那时候应该会应有尽有。但一旦到了40-50岁，无论多么有钱有地位，都会怀念20-30岁的样子。那时你会感慨，无论花多少钱，都愿意换回青春。所以无论生命走到哪一个阶段，都应该喜欢那一段的时光，去完成那一段的使命。这就叫活在当下。古人说，世界上有3件事情最消耗人：一是为尚未发生的事而担忧；2是为自己的想象而焦虑；3是为过去犯的错而一味自责。然而，绝大多数人每天不是在追忆过去，就是在期许未来，从来没有一天活在当下。金刚经说，过去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当下心不可得。不要活在对过去的愧疚里，不要活在对结果的担忧里，甚至连对当下的执着都不要有，全身心的去体验，任由自己的情感和思想流淌，这就是心流，是生命的最高境界。所以请大家记住这句话，人生是用来体验的，而不是用来演绎完美的。明白了这句话的内涵，我开始接受自己的愚钝和平庸，允许自己出错，允许自己有情绪，允许自己的生活有遗憾，从此只负责拼命绽放。如果有一天你不再寻找爱情，只是去爱，不再渴望成功，而只是去做，不再追求成长，而只是去修，一切才真正开始。很多看似无意义的事情，比如发呆、看日出、数星星，恰恰才是人生最有趣的体验。而那些体验是我们老了以后唯一能回忆起来的画面。不经意抬眼，人生已过半生，回头看看，轻舟已过万重山。往后余生，请善待每一天。人生的意义就是没有意义，当下就是意义。
可惜当我们说要活在当下这4个字的时候，当下已经过去了。所以人生是用来体验的，不是用来评判的，也不是来寻找意义的。请你用心的去品尝每一口饭菜，用心去聆听每一处花开，用心去观赏每一处风景，用心去观赏每一处责任，用心去感受当下每一次的爱和喜悦。有缘人，感谢你看到最后。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请按个赞给我响应，回复一句看清真相。愿你超越一切外在的虚幻，发现生命的真实与自由。还没有订阅频道的，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随缘加入会员，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随喜转发，传播善知识，功德无量。